各位观众大家好，我以后不能称之大家为同学了啊。那个有一位粉丝跟我说，抖音上面抖音的美国公司大家都各自称大家为同学，你也是同学，我也是同学，因为他们都是这种大学里面毕业出来就跑到美国来做就是在抖音嘛，所以呢，我就不能称之大家为同学了，只能叫大家观众了啊。我现在到了这个龙华旁边的这个江滨的一个小道啊，江滨的小道，这个地方还是很舒服的。你看啊，这里是一条跑步的人行道啊。这里呢，我的面前呢就是黄浦江。这里的黄浦江呢，真的是挺美的。这里的黄浦江是龙华的另外一边的黄浦江啊。因为我同学住在这里呢，他曾经带我来过一次这里。我个人觉得这个地方呢，就是还可以值得来逛逛的。以前呢，这个地方呢是人家他们集装箱这个卸货的地方啊。后来这个老的这个集装箱那边的卸货的少了，好像就把它改装了。我记得不是在这个地方，而是在后面那一块应该是一个集装箱老的一个卸货的港口，那边有很多吊车。你们一定会今天怀疑为什么我今天会跑到这么一个地方来，鸟不生蛋的，就是空空旷旷的地方我告诉你为什么，原因呢就是我买了个无人机，我呢就想拿来放一放。然后呢，我家呢那边呢竟然是禁飞区，因为离这个虹桥机场很近嘛。所以呢，我就准备到这里来放一放，对吧？现在在看的这个无人机就是打折嘛，大打折。他说是5月20号开始就开始大打折了，所以呢，我赶紧冲过去就想买一个无人机。比如说我到国外去什么拍摄的角度什么的，对吧？有一个无人机呢，就是会产生更好的这种效果，我觉得可能就会拍东西拍得很漂亮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我买的那个无人机我可以拿来钓鱼用，所以呢，我心心念念就想买很久了。然后就是由于它这个价格一直是1万多块钱嘛，然后呢，我就有点不舍得。那么这一次呢，就是说，它既然大打折了嘛，我就买了。然后我就碰到了很多幺蛾子。听我慢慢说来大疆无人机，我相信大家都知道这个无人机其实的功能是非常非常好的，它基本上就是集合了所有的很多的这种智能功能包括避障系统就一切都是那么的完美，你明白我说什么吗？它这个机身的这个功能现在非常非常强大了，一切都那么完美，但是我要说但是登记手续在这个上海一切都是那么的繁琐，就是无限繁琐，对吧？就是你买了这个机器，我当时决定买了以后，钱付掉了，啪丢出来一份表格让我填，这个表格是无限繁琐这个叫做 UNOM， 对吧？就是民航官网那个注册，对吧？你先要把这个无人机在民航的这个官网里面去注册呢，他要叫你填无数资料，而且特别是我们这种算是港澳同胞吧，这东西还登不上去，你知道吗？他说什么对什么香港人优惠什么的，我说这个优惠在哪里？你便民便在哪里？我实在是没有感觉到，对吧？这个要登记这个什么民航管理局如果你是无人机飞手，对吧？你就必须得登记，得实名登记。那么我们的这个香港的那个就是那个证件他登录了半天，后来才好不容易把它搞进去。我回来搞了很久很久这是一件事情。登录了这个东西以后，就是说你给政府登记了有这飞机以后，你还得要申请在哪里飞，你每到一个地方都要申请一遍，而这个申请手续可以说是繁琐无比不是说申请的麻烦，它也是在手机在网上申请，就是要在这个随身行里面又要重新登记一遍，填了无数的表格。我告诉你这个机器嘛是什么机型，你驾驶人们又是谁 ，OK， 你填一遍可以，对吧？但是就是说就单这些信息我就填了3遍就有这么2-3个表格就要让你填无数的信息。你也知道中国大陆都是这个样子。然后呢，就是说你要去哪里飞行，对吧？你还得填
你要到哪里去飞，你还得选好了以后再来申报，申报了以后他还看你批不批，哇，这个就复杂了。如果我要去，比如说我去黄浦江旁边啊，我要去飞一飞，我就要事先到这个地方先来申报，申报了以后他批了以后给你一个二维码，他如果不批呢，你就不能在那边飞。所以说呢，我在这个黄浦江旁边，你看这么偏僻的地方啊，就是飞一个飞机，后来又就不知道从哪个角落里面啊，啪一下子钻出来一个人啊，然后把你抓住说这地方不能飞的啊，态度又很恶劣的，你知道吗？哦，这地方不行的，这个你有没有申报？你有没有二维码？这个，我出来我已经登记了嘛，我已经实名登记了，我这个无人机也登记了我这个人，对吧？也登记了什么机型？他说不行的，你还必须要临场到警察局去申报。如果你在这里不申报，你必须要到，就是说警察局去，因为网上申报呢，它一般都是过不去的，一定要到就是当地的警察局去申报一下，我在这里飞无人机才行，你知道吗？那么你这个无人机啊，你卖出来的时候，原来有那么多的，就是说坑洞在里面，除非你到了一个就是不是市区很偏远的地方，你再去飞。那么我买这无人机，我到一个乡下地方，全是农田的地方去飞，那我拍什么东西呢？啊，我不用拍了，对吧？我买了就是拿来摄影或者摄像或者拍摄建筑，拍摄就是各种各样素材。对吧？那我买来以后，难道就是让我拍农田嘛？今天农田，明天还是农田嘛？所以呢，这个东西就变得就是说，如果你在中国大陆干这个事情，就是买这个无人机在中国大陆飞呢，就变得非常非常非常的麻烦啊。无人机你买没问题，对吧？你登记也没问题，你飞就有问题，对吧？这个地方嘛，又是什么？国安的地方，那个地方嘛又是警戒的地方，那个地方另外一个地方嘛又是禁飞区，那么就是造成我每一次要飞无人机，我都得选择一个没有人的地方，也不会从这种就是角落里面啪一下窜出来一个这个警察，对吧？把你就拦了啊，就不知道从哪里啊，你看我后面啊，就是说从这个江边啊，忽然之间冲出来一个警察，就把你拦住了。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非常不爽的，啊，就是说你做一件很正常的事情，然后忽然之间就会冲出来一个便衣警察，然后就说这个事情你不能做，你可以跑到另外的地方去做，但是我这里你肯定不能做，对吧？然后呢，你要搞了半天，解释了半天还是不能做，然后呢你就滚蛋，你就去其他的地方做。对吧？所以这种感觉是非常不好的。凡是你在大陆，中国大陆，你要做一件事情，你会碰到就是各种各样的阻挠，你知道吗？就我现在就非常非常能理解他们拍电影啊是什么心情。就是说你这个电影设置到一半，比如说你要拍一个这个长镜头，对吧？哗一下子把镜头给它拉远了，就是拍了整一个城市，突然之间跑出来一个人说你这个里面有一栋楼不能拍，因为这个是涉及国安的，你不能把它拍进去，然后你这个镜头就废掉了，你明白我意思吗？这种事情啊，真的是非常多啊，以前我是不知道的，就是说后来我才知道。还有比如说你在禁飞区，它这个禁飞区这个范围划的是全世界最大的，就是说，所以说中国的机场是最安全的，因为它是所有地方都是禁飞区，很大很大一块禁飞区，对吧？然后呢，你就在这个禁飞区，这个等于说上海半个城市就是禁飞区，你知道吗？你在这个禁飞区，你就根本就无法飞啊！你连这个飞机启动都启动不起来，它是里面有设置好的嘛？这几个这 GPS 包含的坐标里面全是禁飞区，就没法飞。那么你就变得就是很无力、很无奈，你明白吗？实在是太烦了。你想，你拍一个镜头，你得要到公安局去报备，你高兴吗？我可不太高兴。上海植物园你知道吗？小时候来的上海植物园就在这里附近，龙武路过来呢，大概如果走过来，大概也没几分钟吧，几分钟的时间就走过来了。啊，有这么一条挺漂亮的这个滨江的大道，其实我感觉呢，就是不见得比外滩差，啊。
也很干净。到了晚上，这个地方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人在这里散步。房子呢也是挺贵的。旁边呢是一个卫浴中学啊，卫浴中学就在这里面，就在这里。就是说这里改变啊是很大的，我感觉啊这里改变是很大的，所以挺好玩的，我觉得。那我刚才开车经过这里，那我就顺便跑下来拍一拍啊。但是不可否认啊，最近这个环境治理，这个黄浦江啊，没什么味道了啊，水干净了。如果你想看到鱼，我估计还有好多年。但总之啊，它这个环境治理的黄浦江没那么臭，这一点呢是值得表扬的啊，也不能说啊上海政府什么都没干，他们确实是环境治理的挺好。反正大家都不许干了嘛，那就把环境搞好，也是挺好的。现在我来到一个地方啊，你们肯定猜不到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法租界啊，这个非常非常美的一个地方。这个地方啊，并不比新天地啊什么地方差啊，这个是很高级的一个地方。这里有各种各样的店啊，有一些喝红酒的啊，红酒的店，有一些是那个做 SPA 的，感觉非常好。里面东西啊，有很多的这个酒吧啊，有酒吧，有各种各样的店，在这个地方啊，这里就是建国西路跟岳阳路交叉的地方。这里所有的老房子都被收掉了，整一个区啊，就跟新天地我感觉有几分相像啊。这个叫历史优秀建筑，叫做建新里啊。当然，它现在的生意我觉得不是特别好，但是这个建筑啊，包括里面可以有吃法国大餐，有很多的大餐可以吃啊。这里有一个 La Boulangerie， 这是一个面包店啊，这是个面包店，叫建新里总街。有机会啊，你们可以来逛逛。但是我觉得啊，这里的价格都是挺贵的啊。现在是一个宾馆。建新里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很优雅的那种小的服装店，卖红酒的，卖那个婚礼的礼服的，卖自行车的，那个各种各样的自行车，很漂亮，但不代表这里生意好啊。我觉得这里生意一点都不好，就是说摆个派头。这里好像是卖像文房四宝，还有什么观音像啊这种黑檀木做的东西，卖艺术品，这应该算是一个艺术品商店。整个法租界我觉得真的是挺漂亮的，自然而然啊，价格也是挺贵的。越南滴漏咖啡，火车头啊卖佛的。别看这条建国路啊，很多的花样在里面。以前这里还有一个叫做银七人间啊，银七人间啊，也是一个饭店，就是说你都不知道它这个门是怎么开的，价格呢都是挺高的，因为毕竟现在啊是艰难时期，所以钱是不好赚的。我觉得啊，上海这个地方法租界这一块啊，还是非常有看头的，里面有很多的小店。你要知道这个店租啊绝对贵啊，有些小洋房10万块钱一个月，但是我觉得你这个生意啊绝对做不到10万块钱一个月。襄阳北路说错了，襄阳北路来逛一下，就在淮海路旁边。因为那个法租界里面始终真的是没有办法停车，真的是一个很麻烦的事情啊。现在这里呢就是还是很热闹的啊。淮海路你也知道。淮海路旁边就是在襄阳路这一段啊，开了很多的吃食店、料理店、吃食店、服装店啊，有不少的服装店都是卖一些小名牌的。看啊，这家是卖2手名牌的，我怀疑 LV 啊、什么爱马仕啊之类的。哎呀，我很久都没有来扫街
扫街游了感谢大家又给了我这个机会啊，跑来这里扫街啊，然后可以来看看大家他们怎么跳广场舞的啊。这里呢有一些很不错的店家啊，吃一些什么 brunch 啊，晚上吃点东西啊，什么都可以。淮海路还是最近啊，疫情过去了以后呢，恢复了一些，真的是恢复了一些。我感觉上面就好像没有在上一次啊，就去年的年底去年年中吧，应该是在年中吧，拍了那条片子啊，那个淮海路真的萧条到已经是不行了啊，这个店全部都关门了。但是好像现在好像 OK， 该工作的工作，该上班的上班，大家都已经很多都是恢复了正常了。你想象得到吧，在这个地方啊，也是一群人在跳舞，哎，看看，哇，整个变舞厅了。这地方实在是太夸张了。我要笑死！襄阳公园啊，襄阳公园也是大家都喜欢运动啊。我看着他们跳，我肚子饿啊，因为我还没有吃晚饭呢，我中午就吃了那么一点点。他是在打拳击吧？这里是在干什么？难道是在交友吗？我现在觉得这个公园里面真的是千奇百怪的人，什么都有。说小朋友们没有什么东西玩的，小朋友只有一个滑梯，其他的都是给大人玩的。这算是干什么呢？排队排什么东西呢？这里竟然还有个宴会，哎呀，很多西装那个黑社会一样的。我们现在到了 IAPM 啊，对面就是苹果啊。苹果公司啊，最近啊，据说在中国的业绩下滑了18%啊。我刚刚听到这个数据。iPhone 大降价 ，iPhone 15现在好像只要4900多，好像4000多也不知道，5000不到，是刚刚开始降价。他说是618降价，以前苹果从来不降价，今年的苹果降价降了2次，幅度都非常大。第一次降了7%到8%，这一次降了差不多20%。苹果啊，你再没有创意啊，你再挤牙膏好了，挤到没有人要来买它的东西。现在就是说你这个价格高，对吧？你高要有高的那个好，就是特点。现在除了这个苹果的这个生态系统以外，所有的东西就是都不尽人意。它这个机器啊，我试过了，我现在用的还是 iPhone 11啊。我那天我想去买 iPhone 15的，因为我的 iPhone 11的这个电池我觉得真的不行了，不是特别好。但是我到了那个苹果那个专卖店以后啊，我拿起 iPhone 15，我瞬间就决定不买了。你知道为什么吗？它没有任何区别。iPhone 11的功能 iPhone 15都有，iPhone 15的功能 iPhone 11也都有，没有任何区别，没有任何意义。我为什么要买它？功能都有，只是我这个电池比较不好了而已。我大不了换个电池。我为什么要去买它？我真的不知道。我算是比较忠实的苹果用户了，所有的手机基本上都苹果。但是你真的是没有创新，而且你做的事情就是说，你老是让人家等于说挤那么一点点牙膏，为你这么一点点牙膏而买单，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太傻了。但是我也不想买其他手机，因为其他手机我妈最近用下来，这个手机实在是，比如说买三星的吧，什么三星的旗舰版手机，对吧？用了什么1年半载就开始卡了，让人觉得这个东西就是说就是不稳定，你知道吗？很多东西一定要稳定才行。
你不稳定，你就没有办法用。很多时候，你着急打个电话，人家电话打进来了，你摁那个接听键，摁来摁去摁不出来。看看啊，这对面这个百盛啊，可以说是生意冷清啊，真的是生意冷清。我在这里看看，没什么人呢，没人进去的。那么我看啊，也早晚了，差不多了。网上购物的问题也是一个大问题啊，网上购物，传统零售业全部都给它打压到已经不行了。那传统零售业必须要转型，要转成一个就给你一种新的氛围，让你就觉得很想去玩，那么你就成功了，对吧？那么以前都是给小孩搞什么游乐场啊什么的，就很多小孩去玩，那确实吸引了不少人。但是大家都这么做呢，就觉得啊，都一样，没什么区别。那么现在反看这个巴黎春天啊，巴黎春天曾经啊，现在的巴黎春天已经不是真的老佛爷跟巴黎春天，不是巴黎来的巴黎春天了啊，现在已经是国内的那个国内老板了啊，国内的巴黎春天了。所以这个巴黎春天啊，它并不叫潘档啊，它叫什么 V 什么来着啊？中文还在叫巴黎春天啊，但是它这个其实已经不是真正的巴黎春天了。那巴黎春天在干什么呢？你觉得呢？巴黎春天竟然在摆地摊，你看到没有？啊，巴黎春天的口上面摆了一堆地摊，买那么一点乱七八糟的东西。上一次啊，我跟你说啊，夸张到什么程度啊？我在这个地摊上啊，我是在那个虹桥那边那个地摊上，我看了一副耳环，我自己不戴的，而且我是一个人去的，我就看了一副耳环，对吧？那个这里也有，你看这里也有，我就看这个耳环倒挺好看的。然后那个店主说你要不要买一个耳环？我就觉得奇怪了，我说我是男的吧，我买耳环干什么？他说很便宜的，只要350。他拿出一副香奈儿的耳环啊，香奈儿就是名牌嘛，世界名牌嘛。他跟我说一句，你看我们这个耳环啊，是正宗的 copy 货啊，不是大新的，是正宗的 copy 的啊。我说什么是正宗的 copy 货？那你就是假的，嘛？什么叫做正宗的假货？我真的输给他哦。然后我说我不买，然后那个女的，我怀疑她脑子是有问题的，对吧？她也不看看她跟谁在聊天，跟一个男的在说买耳环的事情。她说350不要啊，我们交个朋友，300块钱你买给你女朋友去啊。我说我不需要，我说我不需要。哎呦，这样子了，哎呀，大家认识一场，我就亏本卖给你了200块钱，拉着我不肯走啊。我说你这生意怎么炒成这个样子啊？就拉着一个男的来买耳环，我就多看了2眼。买给女朋友那个算你便宜点200块钱。我说你这对耳环我拿到城隍庙去进货10块钱都不要的，对吧？你买200块钱，我说我坚决不要。你看看巴黎春天啊，这个是什么东西啊？里面鬼都没有一个，对吧？百盛也一样。我现在越来越发现啊，我同学跟我讲的，我同学还有一些朋友啊，台湾人跟我讲的确实是事实啊，就是说，外面走的人很多。你看看啊，路上走的人有多少啊？走路的人巨多，全都是走路的人，对吧？然后进商店的人，看看对面那个百盛里面有没有人，真的是鬼都没有一个。原来是真的。DQ 还坚持在这里 ，DQ 拿了这么大的门面啊，那个做冰淇淋的店啊，拿了这么大一个门面。这里其实还有一家索尼的专卖店，这家索尼的专卖店是不会倒的啊。这就基本上有买索尼所有的东西，索尼的相机，我是觉得所有的相机都没有办法匹敌索尼的相机。我现在觉得，就是说你看到的，就是我现在拍的啊，就是用索尼相机拍的。你看这个颜色，这个晚上这个灯光是多么的好啊，颜色度是多么的鲜艳啊！你再看看用其他相机啊，你晚上，对吧？我觉得要么就是颜色不好，要么就是说不够清晰，因为晚上啊才是最考验一个相机好坏的这
这个根本。哎呀，国泰电影院上次来还没有开业啊，这次终于开业了啊！我是就地重游了啊！国泰电影院上一次来说是关门了嘛，原来是装修啊，现在终于是重新开业了，一切又如常了啊！现在在放的是哥斯拉和金刚，哥斯拉打斗金刚2，我看到了啊。还有一些港产片，基本上是港产片也放了一个鬼片，好像啊，其他的片子基本不多了，因为能放的不多了，能放的不多了。里面装修的也可以。好了，今天我们不往淮海路走啊，因为今天往淮海路走实在是太没意义了，上一次都拍过了，是不是？我告诉你啊，现在的改变是什么啊？小店生意是变好了，因为小店啊，它就是说不惜一切代价降成本，大家都叫做内卷嘛，大家都叫内卷。所以说呢，你可以在小店发现很多这种有挺别致的小店，也有那种就是说坐在这种地方的啊，坐在这种地方吹风的这种小店啊，就拿2个椅子搬出来给你们坐一坐。这种呢，好像是越来越多了啊。你看他们咖啡店、咖啡加酒吧，拿过来坐在这里聊聊天，也是很有情调的啊。这是必须这么说，还是很有情调的。但是你要看什么大店、大品牌，对不起，没有了。大店、大品牌，很多大品牌呢就确实没有了。我们已经是在赶向俄罗斯，就追赶俄罗斯的步伐了啊。哪怕是大品牌要在俄罗斯这边开店，啊，都必须换一个名字叫，不然给美国人制裁，啊，我们现在是美国人不用制裁我们已经没有了，对吧？我们提前已经部署好了，是吧？提前已经是想好了，很多的大的品牌、大的店呢，你很难存活，这个经济状态啊。你要请那么多人很难存活。我跟你说，最近啊有一个什么情况啊？肯德基、麦当劳卖便宜了。什么叫做卖便宜了啊？它便宜到什么程度？什么叫便宜啊？以前都是肯德基、麦当劳，不就买一个套餐30-40块嘛？啊，现在50-60块，50也不知道60块，可以买好多东西。我昨天叫了这个汉堡王，知道吧？你知道我53块钱啊，买了什么东西啊？我真的想不到啊，53块人民币，2个汉堡，不是小汉堡，不是那种什么早餐汉堡，是大汉堡啊，2个汉堡，2杯饮料，2个鸡腿啊，大鸡腿啊，再加一个小食，你可以选择薯片，你也可以选择其他的东西。你想想看，53块钱买那么多东西，你说是不是夸张？肯德基也一样，89块钱买很多吃的。我告诉你，真的是，就是说他们大公司啊，就是为了就是说不倒闭，对吧？至少成本要保住，它这个价格切掉一半啊。他们还是真的敢，因为他不想离开中国嘛。肯德基、麦当劳，你怎么可能离开中国呢？离开中国这个很大一块市场就没了。但是呢，经济特别不好，他们就是真的是割肉了，啊！我是没有想到这么夸张啊，就是他们真的割肉了，真的吗？就是说有买，而且你是在网上订才有这个核算的。你如果是去门市店里面吃，是没有这个。就是说没有这个，好像没有这么打折法的，网上订非常便宜，给你送到家，啊，大家赶紧去吃。如果在国外觉得肯德基、麦当劳贵的，到中国来，啊，这肯德基、麦当劳绝对的合算，对吧？吃到你爆掉，看到没有？小酒吧，人呢没有什么，人是没什么的，有那么1个人。你看这个酒吧里面坐了那么2个人。啊，坐了2个人在喝一杯啤酒，哇，这搞得好嘛？你们赶快回来支持一下国内的经济啊！
汉堡包嘛，多买哦，不行，汉堡包不能买，要买国内的汉堡包，以后要中国汉堡，对吧？支持一下国内经济，也享受一下这个叫什么来着？享受一下这个红利，知道吗？享受一下这个便宜东西的红利。我觉得啊，就是说，上海这个地方呢，还是有很多是贵的东西的，贵的东西我们就不去吃，我们就不消费，我们就要便宜。不但便宜，我告诉你，质量一定要好，这就很难找了。便宜东西非常多现在啊，但是你要找到就是说又便宜质量又好的，很有难度，真的很有难度。